2026年才过去3个月，全球科技巨头已经裁掉了超过40万人，微软砍掉7000人，英特尔裁掉24000人，亚马逊再减3万，埃森哲直接优化11000名白领。更扎心的是，这些公司在2025年的利润几乎都创历史新高，也就是说，不是公司不行了，而是人不需要了。而国内的大厂也纷纷挥起手中镰刀，一大批普通员工纷纷倒下，上面都在高喊拥抱 AI， 普通程序员、设计、审核等岗位大幅缩编。据智联招聘统计，2025年仅头部互联网公司就净减少超24万个全职岗位，而目前这一进程正在加速。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，这轮 AI 驱动的大裁员到底在淘汰哪些人，普通人又该如何应对？未来10年，我们的工作还会存在吗？先看一组真实数据：2025年全球科技行业裁员超180万人，美国白领岗位减少12.3%，其中客服、行政、初级编程、财务分析首当其冲。AI 替代率最高岗位内容审核、基础客服、数据录入。但与此同时 ，AI 相关岗位招聘增长47%，如提示词工程师、AI 训练师、Agent 架构师等。这不是普通裁员，而是一场结构性置换。旧岗位被 AI 吃掉，新岗位只留给极少数人。那为什么这次和以往技术革命不同？我们从4个维度拆解。首先看科技维度 ，AI 不再是辅助，而是替代。过去，计算机取代打字员，电商取代线下门店，但都留了人机协作空间。可今天的 AI， 比如 Gemini 3等优秀大模型，能独立完成策划、编程、美术、测试全流程。某易内部团队已用 AI 跑通游戏开发全链路，老板看完后直接启动外包大清洗，要求速度要快。Salesforce 部署 AI 客服后，支持团队从9000人砍到5000人，这不是降本增效，是彻底替代。更可怕的是 ，AI 的学习成本趋近于0，一个程序员花几年学会写代码，而 AI 模型只需通过算力高强度训练，就能服务100万企业。再从经济维度来看，利润飙升，但消费萎缩，幽灵 GDP 正在形成。2025年，美国科技7巨头利润平均增长34%，但个人消费支出增速降至0.8%。为什么？因为 AI 不会买房，不会下馆子，不会旅游，它创造的价值没有通过工资流到普通人手里。结果就是企业账面富得流油，老百姓手里没钱，消费萎缩，企业砍广告，广告从业者失业，进一步消费萎缩。一场 AI 繁荣下的消费萧条正在上演。其次，我们再看向政策维度，政策滞后，普通的劳动者沦为牺牲品。美国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鼓励企业将岗位外迁至低税区，客观上加速本土白领流失。而东大虽未大规模裁员，但外包、灵活用工比例激增，社保覆盖不足，抗风险能力弱。更关键的是，全球尚无国家建立 AI 失业保障机制。当你的工作被 AI 取代，上面给你的可能它只有一句：去学 AI 吧。最后，我们再看向国际对比，谁在裸泳，谁在造救生衣？美国资本优先，企业豪赌 AI。2025年 AI 投资超5000亿美元，但失业救济仅覆盖6个月。欧盟强推 AI 法案，要求企业披露替代岗位，并提供再培训补贴。而日本老龄化加 AI 双压，政府补贴企业雇佣55岁以上员工，延缓技术替代。中国2025年启动人工智能加行动，但再就业培训体系尚未覆盖中年白领。一句话总结：西方在赌 AI 能创造新岗位，东方在赌产业升级能消化失业，但没人敢保证普通人能挺到那一天，因为大多数人还背负着沉重的房贷、车贷等。我们在历史纵向对比一下，这次真的不一样，它给的过渡时间短到让人喘不过气。100多年前，蒸汽机来了，手工织布的、打铁的、赶马车的慢慢没了，但工厂招工一开，20-30年里，几代人还能慢慢转过去。到了电力时代，煤油灯匠、蜡烛铺子倒闭了，可电工、电话接线员、流水线工人马上顶上，大概10几20年，社会就重新稳住。再看计算机普及那会儿，打字员、算盘会计消失了，但程序员、网管、客服中心遍地开花。10年左右，新一代人就学会了新活法。可轮到 AI 这一波，昨天你还是文案，是设计师，是金融分析师，今天 AI 几10分钟就能干完你一天的活，公司说裁就裁。而所谓的新岗位，比如算法工程师、AI 架构师，全国可能就招几千人，
还得会写代码、懂哲学、通法律。以前转型给几十年，现在只给3-5年。以前全民能转岗，现在只有少数人能上车。这不是升级，这是跳崖。有人背着降落伞，大多数人连绳子都没摸着。那么普通人该怎么办？别慌，记住3条生存法则。第一，远离规则明确、重复性强的岗位，如基础会计、标准化客服、模板化写作，这些是 AI 的主食，迟早被吃光。第二，深耕人味技能，情感共鸣、复杂谈判、创意整合。AI 能生成1000个广告，但无法判断哪个能打动人心。第三，把 AI 当杠杆而不是对手。会用 AI 写周报的人效率提升5倍，会用 AI 分析客户情绪的销售成交率翻倍。未来不是人 vs AI， 而是会用 AI 的人 vs 不会用 AI 的人。高盛预测，到2030年，全球3亿岗位将被 AI 影响，其中1/3彻底消失。但同时 ，AI 将催生9700万个新岗位，集中在 AI 监管与伦理、人机协作设计、老龄化社会服务。真正的危机不是失业，而是技能错配。最后说句实在话， AI 不是洪水猛兽，但也不是救世主。它是一面镜子，照出谁在裸泳，也照出谁早已穿好救生衣。对普通人而言，别幻想回到从前，别盲目 all in AI， 专注提升不可替代性，你的经验、判断、共情、创造力。2026年的大裁员不是终点，而是一场人类与机器重新分工的起点。风浪越大，越要稳住自己的船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同学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。咱们下期再见。